我操！哇，这个要用好大的劲儿才能把它拉出来。全弄花了，哎，因为花就花了吧。OK， OK， 可以了。现在打气应该是打不进去的，因为这两边的空隙太宽了，可能有点打不进去。打不进去，这个情况要用那种气流特别大的，才能一下把它打进去，因为这个地方空隙太宽了。然后这个异丙醇，就平时是用来擦手机呀、屏幕的。这个有点像乙醇，就是有点像酒精，它是可以燃烧的。通过点燃，然后让它的气体可以了，吓我一跳。好，现在应该是可以打气了。好，达到36。这边也没有，看一下这个气门嘴的这个地方，安静了没有？OK， 完美，可以。之前我那个视频出现的时候，有人说我那个前胎花纹是装反了，其实不是啊，
前胎是这样装的，前胎本来就是反着装的。这边属于是前胎，它可以破，我也忘了具体是什么了，好像大概就是可以破除那个水的张力吧。就是如果地上有水的话，它可以这样，就是起到一些作用。就正常的就是轮胎前胎是反着装的，后胎的话就是这个纹路，就是往前转的，跟随转的方向。但是前胎就是跟转的方向是相反的，这纹路。之前有人说我这个前胎装反了，其实没有啊，就是故意的这样的。我标记的记号在这里，它原本在这里。实际上我这个应该扭矩是不准的，因为上次是叫那个小店帮我装的，那个小店根本就没有扭力扳手，也没有标记。他当时给我画没有打标记，我这个标记就属于是他上次拧紧的那个标记。正常没有扭力扳手，你就这样标记一下，然后拧到标记的位置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螺丝啊，因为它是跟随这个轮胎转的，用那种冲击扳手。冲击转是可以把它卸下来的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就用这种，这个长一点，然后贴到这个地，就这样，就是它这个扭矩还是挺大的，需要。好，这对准了 ，OK 了。这排气管前面有2颗螺丝，这边有2颗螺丝，然后它中间连了一个那个氧传感器，就这个东西不要把它给放远了，不然的话你得把那个氧传感器也拆了。这2颗螺丝，这2颗大一点的螺丝是14厘米的，然后这个轮胎这个螺丝是22的。然后排气这2颗螺丝是10毫米的。上次这本身是2个螺丝嘛，现在有3颗螺丝。多的这个螺丝是因为上次那个小丁给我换轮胎嘛，他把我这2颗螺丝搞掉了1颗，然后他就随便找了1颗螺丝给我安上。我就说这个螺丝，它原厂的螺丝，它那种承受的力呀，应该是不一样的。就像有的螺丝你看着规格是一样的，但是实际上它的强度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你如果拿着不一样的螺丝随便装上去，我觉得是有问题的。但是当时也没有办法，然后他就拿那2颗螺丝给我全上在这上面。所以就是说，如果找那种小店，还不如自己装。说实话，就是找那些小作坊去装这种，也不是小作坊吧，很多包括那些4S店，其实那些人做事很多都不严谨的，就是他给你安装那些东西，改装那些件，实际上他根本不可能做得很仔细，就是草草了事。就是你一旦修过之后，你这个车不断的出问题，就是这些人根本就不严谨做事情。这一次我是用的10W-50的机油，全合成的机油。这个油比较贵，这个2瓶花了我100多块钱，挺贵的这个。然后就听说那个车老的话，就是把这个标号买高一点，就是对发动机更好一点。我觉得可能是老车的话，但是我这个好像也不算太老。才2万多公里，然后我就给他们买了一个这种，就这个标号高的这种全合成机油，就代表着它温度高，它也有粘性，就能够充分润滑发动机。
就如果标号低的话，它就适合在温度低的地方骑行。这个的话，就比较适合，我觉得是那种长时间骑行。就是长时间骑行的话，发动机可能温度就比较高，或者是夏天的时候，就温度高的时候，如果你买标号低的机油的话，它温度高，它可能的粘性就会下降，然后它对发动机的润滑作用就会下降。哎，我不知道这个机油的瓶子它承受的压力有多大。现在我海拔2000多，这个机油已经有点鼓了。这是一瓶新的，你说我要不要把它拆开，然后把里面的气放一下？要是等会儿走到阿里地区4、5千的海拔，这个瓶子不会爆了，然后机油全流出来了吧？这齿轮油差不多是跑了2万公里，是那种灰黑色的。OK。我靠，这个扭矩有点大呀。1.85，这个有1.9， 1.95吧。重装跑了2万公里，我感觉这个传动里面还挺干净的呀，只是有一些灰。然后这个里面有一些灰在里面。喵的，全掉了，掉了就掉了吧。我怎么发现我这个跟他们 UI 的不太一样呢？我这个也没有正反，跟他们那不一样，还都是很圆的，随便放了，我感觉这个。我看他们视频里面都有那种正反，而且他们这两边那个是不一样的，它有边是胶的。但是我这个，它本身这个槽就是对称的，把多余的灰给弄掉，随便装进去。然后这个磨的也还可以，就感觉我重装骑了2万的公里，好像这个车况很好呢。就这样，换个皮带。
这个空滤上都是狗毛。这空滤里面有油。怎么感觉怎么都安不进去呢？我感觉这不对呢，这能插进去吗？这个他们要大这么多呢，这个。哦，他喵的，我没取这个东西。我说怎么塞不进去？我服了。OK， 完美。哇！这个就是它本来是左边嘛，我现在焊一个右边的，这能焊吧？好焊吗？我把车放倒，就焊到这个地方。你这个牌子都打到楼下，就是，但是不能把这个牌子给弄到。这个车架在这个地方，这是一个车架，焊到这儿应该是不行，应该要能焊到这里吗？就是这么焊。这会挡到这个牌子吗？这样好吗？啊，就主要是焊到这个底下有个圆的，这个是主要的车架这里，它这个牌子这个铁应该是不行，就是放到这里，然后跟这个后面能焊吗？对，就这样，然后后面连接到这个车架，可以不？因为其他地方可能受力不太行。不能停。可以了是吧？有。那里还不能哦，那里还烫啊。对吧？可以了。现在有2个。就这个外帐是150块钱，他们家内帐也是，就哪个坏了，你想换哪个都可以单独买，150块钱，就是不用去坏了然后买它的整个帐篷。
就比较贵。这个的话就是你哪个坏了就换哪个就可以了，就要便宜很多。然后上次追丢了嘛，然后有人建议说去给他弄一个电话手表，然后我在网上看了一圈，给他买了个这种。这个东西它有3种定位方式，正常来说它可以通过卫星定位，然后还有 WiFi 定位，还有就是5G 的定位，因为它里面有张那个电话卡，有张物联网的卡，就它比那个 AirTag 要好用很多。然后这个东西呢，它不防水。就是正常来说，它是多给车用的，然后也可以给宠物用。然后他家有那个专门给宠物用的，就是它有那种胶给的那个东西包裹起来，然后就是可以防水。然后这个就不防水，但是那个防水呢，那个要贵很多，就比它贵1半吧，那个接近要300块钱，这个就是不到150。还有一个就是它给狗用的那个是带了个脖圈的嘛，然后因为我本身自己是有这个脖圈的，而且我觉得它那个脖圈可能质量还没有我这个好，也没有我这个这么好看，所以呢我就买了这个他家的基础款，然后呢现在就是解决它的防水的问题。就用保鲜袋给它包裹一下，然后外面用这个橡皮筋给它缠一下，就这样，还可以吧？然后呢，怎么把它固定到这个脖圈上面呢？我就给它买了个这个，买了这种一个小包，这个包还是挺难买的，网上很难买到这种很小的。在网上找半天全是那种很大的，就好不容易买的这种小的，然后这个就可以放里面了，就给它塞里面。OK， 有点鼓了现在。OK， 然后呢，这个袋子这是个布袋子嘛，下面我给它贴了一层这个魔术贴的这个钩面，因为这个它的脖圈本身是带这个魔术贴的毛面的，然后我就给它粘了一个魔术贴的钩面，就是有那种专门给这种编织物粘贴的这种很强力的那种魔术贴，然后就给它粘在这里，就是防止它乱跑。然后这个定位器是140多块钱，然后这个包买成20多块钱，然后我还给我自己买了一个放钥匙的，是同一家的，所以这个总共就花了160多吧，170块钱。然后它原本如果你要去买那个防水的话，就会贵很多，要280多块钱。来，芝芝，坐。去上厕所啊，去旁边那个地方，去吧，快去吧，你可以把球拿着去吧，上下去啊，去那边草坪尿完就赶紧回来，快去吧，你自己去吧。他去了，我来看看。你看到他在这个地方了，这个地方就是那个草坪。他在那儿没动，说明他在那儿尿尿呢。然后我在这个停车场，可以实时监控现在。
真不错。现在让他尿个尿，我可以多睡一会儿，不然等会儿我睡觉他要憋着。哎，他是不是跑回来了要？哎，他跑回来了，他跑回来了，看，真回来了，好狗，好狗，好样的，好样的，真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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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狗。我能看到你哦，你现在，你要是不回来，我能看到你。不回来，我就骑车去找你了。你是不是只尿尿了？你没有去拉屎啊？来牵着，牵着 ，OK 的。我要睡觉了啊，我去睡一会儿。我刚才起来的有点早，就睡了没睡多一会儿，想着有点清醒了，然后我就剪了会儿视频，继续睡觉了。给你们看一个好玩的，看这是油性笔刚才划的这个标记，这个东西很难擦除掉。然后这个是修轮胎用到的那个异丙醇，看我喷在上面，喷在上面之后，轻轻一擦就掉了。哦，
防风又防晒，还防雨。嘿嘿。